整个赛段的最后一场 BO5了，也没什么压力了。对，没有什么压力了。这第一把选人就能看出来，今天就是放开了打。哎，这个阿离的视觉升级啊，我觉得也是很多阿离玩家比较在意的。从去年开始，我就一直看到有那种阿离的玩家在我们这个官方的视频号下面去讨论这个点。两边打野这把都是往下路刷的。2.9这把还带的是一个不灭的格温啊，对线上没有特别多的压力。打这种近战英雄的话，带不灭确实对线压力会给对面更大。是，而现在不灭给近战的一个加持太多了，就是触发一次加10点，加10点生命值，滚到被一个一技能抬回来，挂上一个虚弱，但反身 A 几下，小马的状态也不是很好，而且有杯咖啡再喝2口，哎，然后还留了一个治疗在啊，这波甚至没有选择打到底。因为前面悠悠的点燃也挂上去了，如果在挂点燃的过程当中给治疗，那治疗的收益就没那么高了。张哥这个换血什么情况？上来手有点紧。而且因为这边下路是有线权的，所以说导致这第一个河蟹其实大唐是比较难看的。这把灰八他也是少刷了一个，先过来看河蟹，然后再去刷最后的一个蛤蟆。对吧？季梦这个阿卡丽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法师的带法，就果子流。因为现在果子，尤其是对于中路中单的英雄的这个果子的点取率来说是非常高的。你从家里出来那几个果子都能加30块钱。这把换线换的也比较早啊，2分半的时间，双人组先来中路。让早点把泰克这个点解放出来。巴德过一会儿捡捡自己的木林，也可以到达5级，有了自己的一个大招。有大招之后，对于边线的限制就比较大了。灰八已经摸到了这个上路。胸针在塔下回城，有一点点可能会被打断啊。而且看到你点这个果子的话，已经知道你打野的位置了，对吧？还在上路在找。然后现在巴德已经有大了，打起来巴德会作用更明显一点，更直接一点。那大树也过来，大树这里先被对面给打一套，交了一个闪现，还吃到这个腐败锁链。那反身悠悠也开了一个大招，小张就在侧面，巴德一个金到了对面的一个打野，那佛爷哥这里只能交出一个闪现，当然这里交闪了，虚弱给过去，小张闪过来，但是一个一技能留到了2个，后续伤害够不够呢？小张这里肯定要被先打死了，看谁先倒下。大树和鳄鱼双倒下，但是大唐能够捡一个魂，捡完魂之后也没有后续的作战能力了。灰八还是太能打了，再交一个闪现，拿到了3杀。第一波野区的入侵 ，RV 就以大胜作为收尾。而且灰八这里再开一个战争律动，劝退了一下小马。小马如果再追的话，会被狮子狗跳的。这应该是跳到自己野区刷野了。对。啊，这波打完感觉 KPG 有点爆炸呀，打了个1换3。那个位置确实有点难接啊，感觉那个位置好差呀。主要还是不甘心第一波这个蓝 buff 直接被对方反掉吧，而且是因为提前灰八是在那个草丛里面落位了，所以说导致悠悠第一时间进来就是已经被打残了。而且再加上鳄鱼来的是比波比快的，因为前面波比在对线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大招给用了，胸针这波团只能在后面给一个眼神助攻。对，主要这波确实两边这个战力单人路的也完全没法比。就这波，说实话，波比感觉什么作用都没有，没啥用。胸针这波过来什么作用都提供不了。而且这波关键是3个人头全给了灰八呀，那现在这个狮子狗在野区可以说是为所欲为了。感觉路人局狮子狗前面3个头的话要拿下了，拿下了。因为
路人局狮子狗你确实没那么好放，没有像职业赛场上面盯的那么狠。过来咬住，给上一个捆，再来一个网到了侧面，巴德也过来，再跟上一个控制太多了，但反身再跟上一个技能，回八这里可能会被秒掉，回八这个被EZ的一个大招给刮死了，而且侧面再一个扑过去，佛爷哥捡到这个头。主要这波维鲁斯是不在的，感觉 KPG 的支援有点快，而且这波太想动胸针的波比了，但波比还是很肉的。那把前面积累到优势全送出去了。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多少人啊，也确实感觉到了这场 BO5，打的都有点放松。人不齐也要过来弄一下。主要是个波比，对吧？你但凡是个别的，可能这波也杀了。是。看这波。 红怒咬接灰八的4星网，再接 Tech 的一个1技能，这控制链吃满了，胸针他就是不死。主要张哥怎么开个大招也不上来打人，就在那儿晃。这波其实但凡打2下，这波比也死了。两边的中路在下路完成了一个1换1，闪现咬找大唐。 大唐这里被巴德给留到了，红色方拿到这个峡谷先锋，小张再过来，但是狮子狗被秒了，侧面又想过来找波比，但波比好像有点死不太掉啊，这一剑也没能命中，虽然穿到了2个人 ，RV 是在上半区的4v4啊，付出了灰八1个人的代价拿到了先锋，比如说能接受吧，这波灰八也是追的比较深。 拉不回来了，但是双人组直接是在没有使用先锋的情况下，已经把这个中塔拔了，所以总的来看，这波其实对阿威来说还是赚的。这给到了2队啊，在先锋的击杀率和先锋击杀的胜率，击杀率 RV 更胜一筹，但在拿到先锋之后 ，KPG 的胜率更高一点。昨天有那一个98，一个95的，我没记错的话，对，那2个 TT 95，太夸张了，那2个。 看这个下半区是怎么回事啊？季梦过来把299的技能全骗了，299其实他只想把线给清，但还是被季梦找到了一个机会，完成1换1。在草里包好了，299这有点危险，开了个4缕残留，感觉2个人伤害也不够。 也有点不会打到底，这波可能就想骗一点技能。主要现在 KPG 要把重心防一下下一波这个先锋的进攻。就边线如果做事儿的话，可能会被进攻。直接接，听到了2个，想过来再来找。晕了，破败王有点动不了，而且这边再招先锋，胸针一个大招，但是没把人锤走。小张可能会被换掉，但是悠悠这里过来，悠悠这里可能也要死，而且小马贴进来想来找 Barry， 泰克赶紧过来援护一下。 悠悠这个地方跳走，但是还是被灰八一下暴击啊，拿到这个头。哇，这波泰克的巴德处理的有点好啊。第一时间把2个人留住，配合队友是让这边的大唐完全放不出任何技能，而且还救下了 Barry 啊。回头如果不救 Barry 的话 ，Barry 有可能会被小马给单杀掉。这波打完现在经济差距已经是拉开了。 现在就是这个佛耶哥啊，他满血这样吃一个控，好像就没有太多的办法了。主要这波巴德是找了一个很刁钻的角度，他这个1技能是把2个人全晕住了。这前面第1选啊，抢巴德的含金量，虽然是红色方，但也是1、2楼就一起拿了。闪现咬狮子狗再接网，霞阵在这个狩猎律动面前有点无效化了。是。 而且泰克也过来了，这巴德现在打人也挺痛的，装备有点好。一个捆过来，想过来找狮子狗，狮子狗赶紧解了一下，还是被留了一下。但这个大招斩进去，能够捡到这个魂，捡完魂之后要看一下大唐怎么收割呢？直接吃了个腐败锁链，被秒掉了。哇，这佛爷哥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收割作用。主要捡完狮子狗也有点脆，而且有一个绕后的安然9。 想过来绕后不让你走，开个4缕传流，再开一个大招，想过来再来找谁呢？又要过来找胸针吗？但是 EZ 的这个大招效果还不错，安然9这里直接给了。那季梦再过来去找 Barry 也走不掉，阿卡丽拿了2个头，小张1个人，季梦损5过墙之后呢，
喊着悠悠一起，交替走，能打断吗？没有打断成功，有点远了。这波这个追击还是追太深入了，阿威。你一波我一波的。找阿卡丽来了，追着追着，这波利用这个海克斯飞门。刚刚小马那个大招也很关键啊，大了4个。是，这波伤害打满了。现在看这狮子狗这伤害确实挺爆的。锡兰刀加上一个破败，他这个出装我没想到，就纯搞爆杀的。你看另外一边打野也是那种爆杀的。但现在其实经济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开啊，只能说都有机会。RV 可能先手能力稍微强一点，而 KPG 的话，前排会更扎实一些。现在过来解捆，可能是一个小张，小张是比较脆的，被留了，被斩了，但是有一个巴德的金救了一下他，没能救起来。小张这里是直接给了一个机会，闪现没好，站在了一个很危险的位置。那这样2条龙到手 ，KPG 这把有一个龙魂的机会。RV 想要顺势过去入侵一下这个蓝 buff， 把蓝 buff 给拿了。那这样的话，感觉 RV 只能想办法看有没有机会大龙去做点事了。而且下路已经漏了，这个破败王直接上路找阿卡丽，阿卡丽直接交闪，也没有太留恋。悠悠这里大招并没有赚好啊，只能站位稍微给一点压力了。然后现在确实季梦面对狮子狗所在这个半区啊，是没有任何的防备手段。开大能够探你的位置，而且经济基本上都集中在灰八身上，但狮子狗这个英雄其实他跟螳螂这种有点类似，就他打团其实没那么厉害，他更多还是想在野区去打那种追击战、遭遇战或者是抓边。对。然后5v5的大团确实很一般，而且还是太脆了，主要容易给对面吃魂啊。再进去。就直接交大招了，反正自己身上是有个残翼的，跑得也比较快。悠悠这里也被维鲁斯打了一炮，外锁链，再晕住，有点动不了，金身。哟，胸针这个大招，闪现再吃一个。有没有拉弓搭箭，再来一箭？悠悠动弹不得啊！感觉在变魔术。而且灰八再绕，灰八开了大招，他作为一个侦察兵，不留人了。可以大龙。而且小张在下路一定得有人去看，而且手里是有踢的。现在这个时间打大龙非常的快，一个人在偷。侧面 tag 也可以过来稍微帮一下。其实一个人偷的挺快的，马上偷掉了，对面也意识到了，也提前交一个 TP 过来了，悠悠并没有到，那对于 RB 来说也可以收手，毕竟这里已经打出了波比的这个 TP。是，而且鳄鱼一直在下路转兵线。现在有机会把下路2塔也拆掉。RV 运营上面是帮助他们扩大了一点点经济的优势啊。主要昨天也是相同的一幕呀，第一局面对 TT 的时候，也是对面没踢，自己有踢，然后那波是选择在大龙直接跟对面开起来，然后被一波了。今天也是吸取教训，好吧，你来我就走。今天稳住了，今天稳住了呀。现在 RV 这是一个控制链，确实是让 KVG 的这野辅会很难受啊。主要刚才那波给悠悠控难受了，又来了，又是瞄准悠悠，而且一个大招压起身压得很好，过来硬打一套。299这里肯定要吃大树的一个捆绑，但是反身直接是秒掉了大树。主要有一个立场在，你捆上去也没人能跟啊。灰八开个大招想过来找小马，虚弱给到了狮子狗，但狮子狗这里也赶紧拉开，见好就收，没有选择跟你 all in 到底。那又是一个动大龙的 timing 了。小张在下路他是有破剑者的，能够给很多兵线的压力。这波你的波比是没 TP， 这个大龙是势在必得的。看一下大唐，得看他能不能有机会抢这个大龙，但直接过去秒 EZ 直接被秒掉了。那季梦过去想换一个，换完之后自己交了一个闪现，可能也要死啊。巴德再一个金，
季梦没有被惊到，但胸针赶到正面的战场还是被留住了，被网被减速到，借小兵做位移，但下一波小张的技能什么时候能转好呢？有一个横冲直撞过来，再一个咬住，他还有一段3技能，胸针肉是很肉啊，但在这里拖太久也走不掉。感觉这把有点结束了，这波当然有点结束了。说实话，我觉得 KPG 刚刚大唐和小马都好着急啊，这小马一个 EZ 直接走到鳄鱼脸上了，然后大唐刚刚在侧面也是，就好像都直接拿那个亮剑了。主要还是RV这个边路利用的太好了，哎，这波捆过来，但是踩了一个门儿，孙武没中。小张想强行换没换掉，那这样的话感觉有机会龙魂呀，狮子狗扑上来也是换掉了这边大唐啊，打也倒了，那龙魂再金一下，这飞镖给到了，直接上1个打2个，先杀辅助，但是也被狮子狗换掉了。后续2技能一个加速，老树闪现捆也收掉一个，白这边1打2成功换掉。大锤锤飞一个，但自己能走吗？不敢追了，直接把安然9锤回到了对面 C 位的脸上。那这样两边都没有打野 ，RV 双 C 应该能够去把这个龙拿到。是家里兵线压力有点大，必须得回去守。打的确实热闹啊，这一看是30个头了已经。主要还是现在右边这个伤害有点溢出，就随便逮到一个都是秒。就波比这个装备，其实他在正面也有点扛不住。是 ，RV 这上野2个破败加2个多米尼克领主的致意，打前排太快了。现在有这个巨杀之后，这件装备确实很强。那这把 KPG 如果想翻盘的话，还是得靠大唐这个佛爷哥，能不能找到对面给机会的人？对，但我觉得就是那个问题，就这把除了捡鳄鱼之外，捡其他人没有那么厉害，也是秒躺。对，刚刚巴德的大招啊，稍微逼迫了一下 UU 的一个走位，直接过来找了一个挥八，这里是有复活甲的，当然这里只能交出一个闪现。大树捆了一个大招，安然9卡在最前面，一个人把对面给逼退。因为上中2路的水晶已经被推掉了，所以 RV 可以不断的进攻这个下半区。等一下中路兵线吧，这可能还要再等到一条大龙，还有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是结束比赛的这个能力啊 ，RV 这个阵容不打起团来是有点难结束的。主要现在还是在于 KPG 这个阵容没有什么开团的主动性，对吧？又来了，小完兵击到一个，而且左右开弓啊，腐败锁链也定住一个，双人组双殒命啊，UU 这里也倒了，那现在可以再来追一下，如果再死人就要一波了。你想直接一波了？狮子狗开大招，有个狩猎律动，隔墙的晕到了季梦，季梦这里开了一个金身，胸针2技能也被骗出来了，那这样阿卡丽肯定是走不太掉了，阿卡丽已经倒下了，这边再一咬，安然9要直接选择推加。他一个人带着一大波兵线结束了这第1局的较量，恭喜 RV 1比0先持得点，恭喜 RV。哎呦，这什么意思？九哥这么开心吗？很强的。特别是那个先尝试弄了2波安然9，但也没什么太好的效果。
全军出击。那这把安然9的亚索，我说实话打右边好像没那么好发挥，很难啊。就是右边都是这种大近战，不是很怕亚索。嗯，这把亚索真的有点难。胸针王朗姆在中路，对吧？一级哎，惩戒先用了。那这样看到这个视野了，知道狼人在的。但这只要打 buff 的话有机会接，但是想拉脱直接被秒了这 buff， 那有点炸了大唐。下半区没了，这下半区3片也都没了。主要这个上来一下把惩戒先用了，干嘛？九哥2级打1级欺负你一下不犯毛病吧？好像没问题，而且还能走，再滑走打我也没辙，流畅。但没事吧？血量打低点刷也快。又来了一个，看一下这里，再来找一下大唐，当然这里惩戒用掉了，但是到不了2，还得等一下。安然9又来了，是个3级的，就在全面进攻大唐的野区啊！这么过分吗？你灰八没有自己的野区吗？好像没有，只刷对面的。而且安然9这线也不吃了，就过来砍大唐。中路有人吃。行。红 buff 看一下都有惩。大唐这里要跟狼人拼，但狼人直接是恐惧完了之后交一个惩戒，但自己要死了灰八。这样玩的。上路红温了，哎，得交闪了，没有选择闪现，但是对面的人全来了，三兄弟。交闪现还是被留了，小张这里可能也走不太掉，全是减速。兄弟，这把大乱斗，要不哥几个就5人集结呗，中路一站。问一下裁判老师，下一把那个 C 房能不能直接 C 成符文大乱斗？这里再过来找大唐，大唐这应该是走不太掉了。主要大唐没辅助等级高，是2级。又被背回来了，安然9这里交了一个闪现，还能划开，但悠悠想过来找安然9，安然9这里也已经倒下了，灰八再拿一个头，4级的一个狼人，一个吸附的1技能再留住，配合着卡尔玛的禁锢留到了季梦，好嗨啊！这把确实打嗨了，但是大唐这个发育感觉完全跟不上了这一局。有灰八玩归玩，闹归闹，回家还有6天。关键灰八是这轮刷完，你第2轮刷了，他又来了。对，你信不信？他一定是这么玩。而且那一波是有等级差的，对，是奥拉夫没大招，但狼人有大招的一个 timing。你看，现在大唐只能3级在野区这里逛，过会儿上半区狼人估计又要进了。提前让泰克过来，先把视野做好。现在其实想守自己家野区是比较有压力的，大唐。泰克给了个视野，看到这个蓝 buff 还在，那狼人直接过来了。而且灰八这里是点了一个果子啊，就走过路过看到一个果子点一下加30块钱。 6级打4级了，那这个吃完了能到5。大唐这把心里苦啊！但是局势上来讲还 OK， 好吧，毕竟刚才队友支援比较快，是拿2颗人头。当然把线炸一下，哎，但小马这个2技能是把 Barry 给打回来了 ，Barry 没有选择交圣降洗礼换血。 这样来上路抓一下小张，小张这里闪现差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还要再来追一下，勾锁一脚踢到了，那这样小张可能要交代到这里了。大唐是抓了一波机会啊，确实野区也没什么东西了。只能说张哥确实在防gank这块有待加强，啊，被抓的有点多。你发现了？我现在发现就不管谁打 AV 都是没事干了就抓波上，抓就有。 7打5，但是 buff 又没了，没见过自家双 buff 长啥样。大唐真想问了，不是安然9，你当我中单的时候怎么没这么玩过呢？我们没这么进攻过呢。小张现在老实了一点，感觉也是没招了，死了2次。对。 兰博这英雄本来前面对线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啊，现在大家都又玩那一套了，就带个相位，然后出 AP，
不像以前那种肉兰博随便扛抓。过会儿换血可能就有点难换这个朗姆了，朗姆回家新石也做出来了。马上看第一波资源团怎么说吧。这里想要来反对面的石甲虫，石甲虫直接没了。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 但因为现在前面两边其实打的乱架打的还是比较多的，狼人是做了鞋子没做出3项，奥拉夫这里是直接做了个3项没做鞋子，所以这一波在装备的差距上面大唐没有落后太多，只是等级稍微有点落后，看这个团要怎么打了。这轮的资源已经刷新，我们现在能看到实时的经济排名。 RV 有可能想接这波团啊，要发挥狼人在第一波团的作用。悠这里开了一个大招，很想过来找一下小张，但小张这里触发自己的相位，没有死，没有被背回去。大唐被烤了一套，状态不是太理想。点燃都已经压血线了，而且 Barry 也滑上来打了一套朗姆。季梦卡了一个侧面，被小张发现了，第一时间先被集火吃了一个恐惧。但是侧面挥八很危险，挥八直接被秒掉了。兰博这个大招撒的也非常的一般，侧面朗姆再一个举到了安然九也要死。那 Barry 一个人还要硬扛后续的一个火力。现在 Barry 还在往前扭了一个弹跳炸弹，小张交闪现过去，红温火烤掉了对面的炼金，但自己的位置同样很差，兄弟这里没能换掉卢锡安，小张和 Barry 扛到了最后啊！主要这波悠悠打完头一扭，马哥什么情况？怎么带了个人过来？本来马上在草里都要回去了，把兰博带进来了。对啊，把兰博带过来了，谁把敌人引过来了？这波伤害确实有点跟不上啊。是的，主要第一时间2个人的伤害全给了，但是秒不掉。不是第一波有个巨大的乌龙，就狼人扑过来给控的时候，小张那会儿在沉默，给不出这个大招。哎，又来了2番战，挥八这里又扛在最前面，奥拉夫拿了先锋，挥八这里已经倒下来了。侧面再飘上来打2枪，追得有点深，有一个护盾在，小张这里位置很差，撒了一个不错的大招啊，但是队友并不在侧面啊，安然9在下路已经美美带塔了。哇，这波团 KPG 全打回来了。对，主要是有兄弟没来，九哥不来了。九哥说了，下路发比小财。但感觉这个时候亚索莱打大盘没啥用，也没啥，确实没啥用，真没啥用。要打别的阵容吧，你说这个风墙还能勉强发挥一下。要打这个阵容，对面战士那么多，亚索过来感觉是给奥拉夫大招的。小疾跑一开，吓一跳。吹到了，接大招有破败，伤害是很高的，再接一个恐惧，悠悠直接被秒了。安然就抓了波好机会。这个小财是有作用的。而且现在这个小龙知道你兰博不在，还是决定去打，虽然掉点了一个。这样第一轮的资源啊，大唐也是全都控了下来。这波有机会举到了亚索这里交了一个闪现，能够拉开。现在奥拉夫的等级也慢慢追了回来，挥八一个扑一个咬到了胸针，胸针这里直接被秒掉了。后续还想再来追杀大唐，当然这是没有大招的，但2个人都有很强的回复能力，只不过 KPG 的集火能力更强，吉格斯的伤害拿到了这个头。哎，追的有点上头啊，这里。挥八我觉得这2把其实追人都有点不看队友。对，就是他上把那个狮子狗也是开的有点急，每次队友都跟不上。上把那个狮子狗还有回来的空间，主要狮子狗它毕竟比狼人伤害还是要高的。哎，就你狼人你是很难大招一套直接秒掉的。这把挥八只要一上头是没有活下来的风险，一上头感觉就糟。但这也是狼人比较赖皮的地方啊。藏视野扑过来，主要没大了，强行还在追。
现在已经是 KPG 的一个进攻之势，进攻了一下对面的一个蓝 buff， 把蓝 buff 给拿到了，而且先锋也撞了一下中路，把中一塔给撞掉。打到现在，两边经济差距并没有被拉开哦。而且现在这个时间，感觉 RA 不能再随便去开团了，因为现在奥拉夫的经济也刷起来了。对的，忍辱负重呀，度过了前面最难熬的阶段。这把大唐真的是。 大唐感觉要喊出那句话了：“莫欺少年穷。”30年河东，30年河西，10级了呀！一会儿打起来不跟你嘻嘻哈哈了，对吧？回家有血手了，不会被你秒了。而且打左边这个阵容，其实这奥拉夫第一时间进来真管不了。阿威本质上他也是一个要打拉扯的。第一波进来得看泰克能不能够保住自己的队友吧。 给一些加速，拉开奥拉夫的这个诸神黄昏。这把打团左边想赢的话，可能得看 Barry 发挥了。还好，我觉得打到现在 Barry 是一波都没搞的，其他人都有点搞，他一波没搞。想过来了，硬来找了这个小张，举到了，小张扫了一个空大招，交了一个闪现，能拉开吗？没能拉开，但反倒是安贝萨先倒了。但这一波奥拉夫也有点扛不太住，卢锡安伤害太高了。 现在打成了一个1换2，小张并没有倒下。小张这波安全撤离，主要刚才那个大招有点巧了，他大招是想给安贝萨，安贝萨也同时开了一个大招，刚好一个2级反转。不然这波大招放好点，甚至灰八不用死，中路一个风再吹起来，但炼金先来了，给了一个胶水再背一下，炼金自己有点扛不住了，悠悠交闪现拉开。 小马这里也在给自己的技能啊压一下卢锡安的一个血量。这波是打了对方2个闪现，给上一个盾，过来飘2枪，给身位了，要死了，交了一个屏障，最后一丝血锁住了，亚索还在滑。哇，3-1闪，玩帅的。这第2把九哥面对这种老队友的 ID 啊，下手都有点狠，砍悠悠也是，然后前面打大唐也是，现在直接。 来找小马，今天得给九哥加波钱，加点工资。对面都是我兄弟。现在卢锡安发育好像有点挡不太住了，但还好这把辅助是个卡尔玛，好吧，就感觉来，如果是个米利欧这种已经无敌了。但现在兰博这个小护臂也出来了呀，也不吃你这套融合技了，没那么容易抓死。主要现在 KPG 打团，如果光处理对面前排的话，可能很容易给到卢锡安收割的机会。一个举，但兰博的伤害非常高，主要是个红温状态，会有差最后一点点血。虽然被举了，一直在烤对面的血量，那这样这个。 小龙有点难看哦，因为狼姆是没有 TP 的，一个大招压了一下血量，一个风吹到是个悠悠，直接选择接大招过来硬打一套，法瑞队把这个龙拿下来。那这样九哥已经倒下了，灰八直接切了进去，秒掉了对面的小马，而且灰八这波还能拉开，正面兰博的伤害也很高 ，Barry 在跟上自己的伤害拿到了一个双杀，熊镇终于来到正面的战场，但这个小护臂发挥了一个作用，熊镇过去没能换掉这个小张，哇，这波。 你知道这波那个画面有点诡异，就是 KPG 所有人往前冲的时候，狼人那个扑直接扑到了后排。是的，直接找到了小马的位置，小马防了。小马是直接什么技能都没放出来就被秒了。而且刚才刚买的这个小护臂也发挥作用了呀。这波打完感觉优势又回来了。是的，胜利的天命又向阿威倾斜了，而且这个龙也是被灰八稳稳惩下。 主要这里没人管了，前面 BPU 也聊了，就是 KPG 这套阵容就是其他4个人打团都要往里冲的，就炸弹人你是自己玩，但是狼人就可以突破你，绕过你的前排，直接去找到后排。主要当 KPG 这几个人前排没能又来了，伤害好高，兰博的大招效果也很好，季梦直接被烤死了。 侧面灰八也没有吃到吉格斯这个大招，但是小张这里沉默了，被背回来了，交了一个闪现，小张这里没能活下来。
大唐还想过来砍 Barry， 但是 Barry 他好灵活，机动性非常高，一个西部的一技能恐惧到了2个 Barry， 滑到了2塔和高地中间，吃2下白塔的伤害，有点遭不住，赶紧给上一个盾，再来一个传兵的一技能，挑2枪，讨厌走位了，讨厌走位了 Barry。主要与此同时，又有一个兄弟现在在下路猛拆，好吧，这个画面已经见了好几次了。安然9说上一把我格温1个人带家，这一把我亚索也要1个人带家，不因为什么，就因为对面这个队伍叫 KBG。安然9要一波结束了，又是一个3闪一个追，好帅的亚索，恭喜 RV 2比0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恭喜阿威，这。任务系统，给射手加个，你看来了吧？啊，小马开个保时捷上来，然后那边 Barry 是那个天人万象的皮肤，这是我们新系列啊。但云阿娜这个确实是能先摸线，他就更强。对，先攒被动。大唐又来了，经典连招我发现了，现在就哪边只要是强势那边都有这一手。就1级就往那边野区冲，而且他也是比较谨慎嘛，开着扫过来的。是的。仗着米利欧的提升，稍微多 A 了几下啊，而且大唐这边是也不贪啊，就反了个红，就反了1个 buff 回去守自己家野区，这样的话稍微浪费了一些时间在路上，因为你毕竟相当于是浪费了2轮，你过去再回来。那这样小张这条线能不能推出去就很重要了。如果推不出去的话，那辉巴是要默认接受烧个红的结果。哎呦，感觉剑魔打3人这个对线还是太舒服了。上路直接要来越了吗？过来反一下，但是位也在啊。辉巴前面技能已经用掉了，直接一个射风过来硬打一波，但安然9的位置可能有点差，要交闪了，还不交技能吗？交了个闪现，还是被击飞了。九哥你在干嘛呀？九哥，而且突回来，但剑魔也没有更多打算了，直接跑了。这能直接一个系列冲锋冲上去的？惩戒再一惩，用刚刚捡来的一个闪现过来找一下辉巴，辉巴这里的位置有点差，但是一个岩突毁了2个人，侧面是没有人跟伤害的，因为小张还要面对着胸针的推线。主要这波安然9是吃了一个催眠气泡闪回来的。对呀。但还行，就是辉巴其实拖了对面比较久的时间。这波是让中路季梦这边亏了一些兵线，而且这个防御塔被凿了2个镀层。这一来一去，没想到9哥还赚了。9哥真赚了，他还真赚了，对吧？赚2层塔皮。现在这个等级也不输对面啊，然后经济还领先。行。主要奥恩有个很强的地方，就是他能一直买装备。他可以不用回。对他不用回。省个回家的时间。
哎，这波九哥真有点太变态了，就对面人能先来的情况下，他那个炽烈冲锋和风向炎系一起用了。主要他撞上去了，第一时间挥八也没反应过来，也没技能啊！再来一个锁，大唐跟上伤害，九哥又要倒了。这大唐现在抓到一些机会啊，就要跟就要那个为上一把的自己报仇啊！大唐心里也有火呀。上路想单杀，直接是逼出一个闪。这波确实不能。也是怕你来个一闪。但是现在野区大唐是这个一顿入侵啊！其实现在挥八在这个野区对位已经是压力相当大了。这样是有点做不了事儿。这个岩雀是真有点做不了。主要前面也说了，就是你这两个打野之间的对位，岩雀是非常难玩的，会吃一个节奏压力。沿途抬回来，但目前的伤害也完全不够。其实对岩雀打野来说，如果能先回家做个那个灰烬还不错。就如果要做暗炎火炬的话，那个是蛮加没闪的有机会抬过来有了没闪现的再来过去，小张应该能拿到这个头，人头是给到挥八了，这就是第一位啊。Barry 这里这露露的一个技能直接滑脸滑上去，再跟上露露的一个大招，打残了小马。那侧面再过来找一下悠悠，多 A 几下。这云露确实爆发有点高啊，但是挥八又被锁了。季梦拿到了这个头，还想再过来找一下安然九，安然九赶紧交一个炽烈冲锋往后拉，但又想过来一个夜影翻翻过去，但伤害有点不太够了。云露双五的爆发太高了。是，主要滑到脸上之后，这个狂野生长还能击飞加减速，这时候太强势了。对，但是这波下路是左一的一个支援啊，三角草有一个眼已经看到了，这个眼位还是很关键的。眼位立功，挥八开车过来支援一手，但是大唐还是很灵活，而且把大石头反了。我发现了个滑点。九哥这把面对左一硬凿护甲，我也看看，他没有选择先凿魔抗，他是真有点怕大唐一直抓。不是，关键他全是护甲，他过会儿可能还是他把那个线换了，他还是考虑打，但这把其实出魔抗收益也不低，因为毕竟还有卡莎嘛。哎，卡莎那种特效装备比较多。对。挥八这有暗炎火炬了，这 AP 打野搞个暗炎火炬能够加强很多的刷野效果。而且下路现在确实在2打2方面 ，KVG 有点不是对手，一直在被推。卡莎得等，这卡莎打于安娜是吃压力。主要很久没见下路这么传统的对线了。哦，还真是。不是，你知道这下路双人组让我想起来什么？想起来什么？让我想起来去年咱们那个女子赛。哦，对吧？都是玩那种卡莎、米利欧什么的，什么金克斯、露露，哎，对吧？然后那个大嘴米利欧，都是这种，都是那种大盒。然后一到那种职业赛就是什么飞机加啤酒人，就是这种东西。而且大唐是第一时间选择去 solo 掉这条龙，而且先锋知道对面没动。有线啊，主要还是左一帮助这个兵线上面能够提前过来啊，这样打的话来得及吗？马上 rua 掉了，能 rua 掉 ，rua 完了之后，催眠气泡命中了小张，小张这里交了一个闪现，大唐过不来，大唐他卡了一下，哎呦，他刚刚这直接应该是切屏看过去了，走到龙坑里面没能过去。这把感觉要比拼一下两边的团战了，虽然前面左边有点优势，哎，又抓到了，又是一个沿突，交了个死亡闪。这把上路也是遭到了挥八的无情针对啊！你毕竟这个塞恩在岩雀面前还是太笨了。两边 AD 后面的担子都有点大，但小马的位置有点太差了。闪现流大招，但侧面人也来了，悠悠这里给上一个保护，白蕊这个地方能走得掉吗？但远处的安然九跟上了一个大招，小马配合着左一还是拿到了这个头。这波感觉有点急了，操作是很帅，对，但对面人多，然后对面支援太快了，你第一时间没有任何信息。九哥这波远处叫了个羊，但还是没能救下来啊。但中路这个先锋发挥作用了呀，再拆一个塔。而且挥八其实这两波玩下来完全盘活了，现在经济应该是
不会输大唐太多的。嗯，毕竟这个先锋拿了很多钱。然后又在上半区，哎呦，这已经是全场最高了。嗯，这全吃回来了。这前面那人头也让了很多给他呀。这波小马钓鱼，泰克这闪现大，帅是帅。其实感觉没必要，就白瑞贴过去了，给个大也行啊。但好在只死了一个，而且现在在防御塔方面 ，KBG 落后比较多。就感觉这把虽然有杀到人，但是没有说那种带到很好的一个节奏。就运营上面还是落后一些的。闪大过来直接找严俊，严俊这里交不出一个闪现，直接已经死了。RN9还是皮糙肉厚的，主要再加上这把这个地形啊，就是藏都没地方藏。又要过来锤，上把就是你一直在找我，你小子是吧？哎，这把玩个肉，叫羊，还有 T 羊谁？养了个悠悠，感觉这是一个警告啊。这一次是警告，下一次就不是了。小张这里被一个火爆飞踢打了一下，现在这两个人只能在塔下守线啊，而且岩雀也是直接跑到上半区。下路只能两个人一起吃这波线了，而且胸针这里也没有被抓死。白宇在这段时间疯狂补充自己的发育，看下条龙了，而且现在回八其实旁边如果没保镖的话，遇到大唐是要被单杀的。中路两边 AD 互换一波技能，现在打团就看谁的输出空间更大了。是的，毕竟是都有那种大前排。OK， 这俩人对上感觉对了，是吧？看税没能给出去，那不出手了，真不出吗？哎呦！这波感觉要出手了，出来硬锤一下，哇！一个飞行一上，哦呦，小张，而且还能回血，再来刷一下，这剑锋一个没中，但是够了。大唐再续一个锤，还要过去换，真打不过，电击又回一口，哇！小张这波，这皮肤对了。不对了，这皮肤绝对对了！一来挡个车，小马已经先靠了，那这样直接飞到后排，又要找灰八，灰八这里肯定是要死了。这个羊撞过去，撞到了两个 ，Barry 也不敢过来。那这样RN9交了一个闪现，看能不能拖一点点时间。哎，顶得不错。过来 ，Barry 输出位置还是可以的。他有技能吗？被火爆飞地飞了一下，交个夜影帆拉走。露露没能在他的旁边，但是RN9干嘛呢？九哥睡了，九哥。小张说：“别闹了，我在下路很尽力。”主要这波泰克不在啊，跑去下半区支援了。然后上路，这回八已经连续阵亡好几次了，现在也节奏有点断了。但我只能说张哥这波请到了呀，没问题，这波真没问题。这波发力了，怎么半血一刀直接秒了啊？你看这波半血。就第三段加一刀，兄弟，融化直接没了。这确实伤害太高了。半血加被动加粉天那一下，哇，这把你别说，一会儿打团配个露露，好像也有画面。有画面，这把绝对有画面。龙拿下，但现在。时间也要慢慢的来到双方射手的舞台了。主要这把打到后期真不好说，两边阵容后期都挺能打的。我说一个，小马这把发育是真有点好，就是他每波支援都是有效支援。虽然说团队没有什么防御塔，但他每波接完中线的支援他都拿到头了。反倒是 Barry 那几波支援，要么就是旁边没露露，要么就是自己还死了。主要右边这个阵容，其实开团要靠中路，但这把中路发育没那么好。
撞车撞一下，过来硬找小张，小张这里不太好走啊，大面好了，还能拉开，但是一个一闪，大唐预判的位置预判的很好，拿到了剑魔这个头，而且现在赏金机制的改动也让这种劣势方啊，在追经济能追得更快。这刚刚直接又拿到了一个剑魔的一个终结人头。主要现在是有这个绝境制裁，就是剑魔这边回不起来，对，回不上来血量，而且第一时间刚才是没有大灭的一个状态。对的，有大灭的话还能尝试去操作一下。主要 RV 这几波都是人比较散，就自己玩自己的。对，都是被逐个击破了。现在小马已经3件套了。海妖羊刀加借弓，又想过来锁安然9，安然9控制抵消拉开，再来一个炽烈冲锋能够拉走，但后面小马伤害太高了，飞过来直接飞到了奥恩的脸上，奥恩交不出羊的第2段。那中路对于 RV 来说能不能再换一点点 ？Barry 也在 A 对面的一个大前排，哦哟，淋雨拳一开狂 A， 但并没能 A 死。现在 KBG 进入到了 Plan B， 就让小马一直拿头拿经济。但上路再压2塔的话，这波 RV 要来了。岩雀有机会开车的，开车过来，但小马也没有吃到这个岩突，还能不断的在 A 几下。Barry 第一时间是没有给到一个伤害的。主要卡他这把玩的太舒服了，要直接动大龙了。还行，交 TP 可以过来看，但安然9也有 TP， 但现在没有人能够给这个视野啊。一技能击飞起了侧面的2个人，胸针扛了第一波的血量，再个沿途命中了，想过来先打塞恩，塞恩这里能走得掉吗？3可能要被卖掉了，但他交了个闪现还是没有死，远处一个羊也扬起了3个人 ，Barry 直接飞了进去 ，Barry 被击飞了 ，Barry 被秒了，翻山了，这波云安娜，那这样芥末也已经倒下，后续 C 位只剩下灰八1个人。哇 ，Barry 这夜影翻过去，直接正中大唐的下怀。感觉有可能要翻到下一把了。是的，然后这把确实已经很难打了，就这种卡莎已经有点无解了，就处理不掉。而且米利欧，我觉得是对这种传统走 A 流的 AD 加上最大的软手长啊，自带个万用瞄准镜。现在小马直接卡到这个位置，再飞回来，硬来找安然9，安然9吃了个露露大招都没有用。但是灰八的一个沿突也抬回了大唐，拿到了一个杀档，稍微补一口。但现在防御塔是一直在掉啊，中路1塔也没了。哎呦，又一睡，阿飞行拉过来，击爆，拿到了这个头。佐伊也在悄悄的发力。好，胸针现在这个塞恩 Barry 根本 A 不动啊，不掉血。这也是我觉得于安娜在这个版本，她这个出装上面啊，你走这个暴击流，好像伤害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爆。而且这一把也没有去做多米尼克领主的质疑，打这个血量高的大前排是有点慢的。这波太不应该翻下去了，着急了呀！啊，主要这位置人下不来，而且第一时间有一个那个气泡在那个 buff 的位置，导致就算灰八想抢大龙都很困难。现在 RV 如果想翻啊，得看灰八的这个沿突了，因为灰八自己的装备还是不错的，这个4件半。感觉这把右边能翻的话，真得来点奇迹吧。就是得那种顶级沿突突回来个3个人。主要中路先不谈，中路先不谈，中路先不聊嘛。这把2.9绝对先不聊。就要不是我记得他去年还打过辅助玩过奥恩，我都怀疑他没练过这一种。现在也疲于防守兵线的压力。佐伊和卡莎的装备都很好，而且佐伊抬回来一个大唐，伤害够不够？交了一个闪现，再加上减速一下。现在确实只能看灰八，
这种抽奖一般的找机会啊。但是这个时间很敏感，因为这波如果刷大龙的话，其实灰八是赶不过来的。大龙还有30秒，而大唐复活的时间也是30多，有一点点的窗口期啊。难道说还有反转？先看一看了，张哥继续带线给压力。 但是侧面有要被抓了，大面一开，现在有米利欧的加持，操作不了啊！小马直接拿到了这个头，那人数的差距又被抹平，那感觉动不了了，伏笔消除。4打4可能还是想来看，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波机会了。 过来硬来找小马也已经来到正面的战场，过来直接过去打这个伤害，硬翻过去，他直接飞了。小马这里还有一个闪现过去，直接点 tag 这里交了一个闪，但是 Barry 已经倒下了，再交个羊过去，还有个爆破果实能够走。但侧面灰八一个沿突突回来的胸针没有了，于阿娜自己的伤害完全不够的，而且季梦也在利用自己的飞行乱入，不断的在打伤害。 拉飞行前闪过来，把对面的打野给击杀掉了。季梦和小马在竞争这一把的 MVP 啊，佐伊也有点吓人啊。是的 ，KBG 的双 C 不想要这场 BO5这么快的结束。那这样应该要一波了。Barry 还有10秒钟。 现在，哎呦，拉一个气泡的伤害太高了，中府直接是只能回泉水补伤害。终于等来了 Barry 的复活，但是能守得住吗？有点守不太住。小杨这里肯定要直接被秒了，一个撞起了3个人，但是 Barry 还在 A 秒掉对面的卡莎，但 Barry 这里吃了一个露露的技能，远古龙拿到了 ，Barry 可能还是要死。远古龙的斩杀直接把 Barry 给喷死了之后，那现在只有 Tag 一个人，还要面对 KBG 其他人的推进。 感觉还是要被一波了，其实中路直接拆就行了，但是灰八也复活了，这位置选择先推上路，但中路线带过来了，大唐直指基地一个锁，再锁到这边灰八直接拆压就行了。那我们要恭喜 KBG， 在悬崖边上啊追回了1分，这场云阿娜的。 男枪这种对吧？保个那种 AD 野盒，但是现在野区确实很少有这样的英雄。这把两边的打野位置应该都是一个常规了，没有说哪边更优势。这把我比较关心上路的对线情况。 下路打小火龙的话，发条可以把手上的优势体现出来。小火龙这个英雄前面其实手挺短，他更多还是后面层数起来之后，靠那个一技能打兵去弹你，打前排弹后排。对，前面其实没层数的时候，对线是非常弱的。下路都发育。而且这把在技能方面是选择带了一个相位哦，增加一下自己这个拉扯能力。 相位确实是我觉得在目前手游小火龙能带的比较好的一个符文了，除非那种真的对线唤醒压力特别大，你带迅捷，不然你带相位叠层会比较快。但我之前打排位玩的，我都是学那个 Barry 那个天赋一键配置，他是带那个征服者。哦，
那个确实打到后面感觉伤害更足一点，各有各的优势。有这种对自己走位比较自信的带征服者。对。 下半区皇子刷的会比赵信稍微快一点，但上半区好像也换起血来了。胸针这好像有点走不太掉了，闪现也不交了，交闪也死了，对，交闪也死了，有点简单啊。长线刀妹击杀能力太强了。回家先掏一双鞋子，还好说这把有 TP。看这波怎么杀的。 抢了一个4，闪现没躲比翼双刃，那确实走不掉了。这闪现确实得交，这个躲了应该死不了。在皇子有点想入侵一下赵信的上半区。 挥把旗子已经用过了，一技能也已经用过了。瑞兹能先来靠的，看一下胸针这里撞不撞，也不撞，因为 RV 这边的双人组已经换到了中路啊，瑞兹是不太可能去舍弃掉兵线过去硬打的。小张现在仗着自己有吸血啊，虽然技能空了，但是就是强行上来跟你打，直接过来跟你硬 A， 又过来换，胸针这里也到6了，难受。主要石头人现在没有什么进攻能力啊，身上就一双铁板鞋。 回家也回不去啊，被打断了。塔下好像用了闪现，用了大招。镜头可能要看一下上半区了。小杨这里也交了一个闪现，两边已经拼到了一个弹尽粮绝。果子能赚好，大唐这必须得过来护一下，不能让胸针这里直接死。瑞兹开了个车，但看见对方2点走了，没有选择上。 小火龙直接交大招过来硬叠个层，这样这个线 KUG 只要能够让中路不死，小火龙在下路的发育是比较舒服的。哎，这里大唐没回去，要交闪，哎呦这闪现没交出来，先交一个大招能拉走，触发了一个相位。 还行，这把右边3个相位啊，正面挥把也想过来硬抓一下，还不太够。巨龙撞击并没有击杀悠悠，疾跑一开，弹射起步过来，想找一个2点，只能交闪现躲的，这样自己双招交了，但是没做到什么事。这波感觉没必要。想法有点多，我也感觉想法有点多。因为这波怎么看伤害都没那么够。 前面瑞兹很容易那种什么身上没什么法强的，对吧？虽然上一波是有一个法穿鞋，但伤害是绝对不够的。对吧？还是要看两边大团的。右边这也是主打一个融合技，但是右边这个阵容感觉前面打起来可能伤害上来讲是没有左边直观。对，就这把前面的战力只能看赵信啊。 其他的就是考验这把小马的发育能力了。主要小火龙前面是这2件装备出门的话，其实这个叠层有点慢。一双人又中了，但现在毕竟身上有一个小反甲，对吧？有一个荆棘背心，没那么怕。一双人没有中。 但破败嘬一口之后呢，也能够拉开。马上第1轮资源就要刷新了，两边都要省一点技能。石头人回家，直接做了一个大反甲。 那现在没伤害啊，这发条现在其实大天使加法穿鞋伤害还不低。
而且这个位置第一时间被卡住了，赵云直接强硬捅，大招也交了一个抬，逼出了发条的闪，天不地裂盖一下，但这边皇子怎么走？皇子这好像走不太掉了，又被符文禁锢中了。那这样的话，季梦要配合着队友拿到这个头，而且交了一个大闪过来，小张直接被撞了。瑞兹是没能上这个车，直接走了。但是胸针这里还扛了很久，他身上确实比较肉，但是面对对面很多人的伤害也不太够啊。小张太能砍了，再过去追一下，比翼双刃并没有拉到。悠这里能走得掉吗？发条一个大招只命中了一个落。那现在等来自己的队友大唐来了，想过去先解决一下小张，但晴女和发条都在，小张并没有那么好死。哎呦，这把感觉那个张晒模式启动了，一顿操作呀，这波很细节，留了一个小兵，好吧？是，实在不行了，还能一技能再传兵回来。主要小马这里没有给身位，这波给身位的话，有机会收割。所以这个晴女和发条啊，在前面伤害虽然差一些，但是给到这种战士的加持是很大的，而且这种持续作战能力是有点比不了的呀。季梦这又要被卡了个香位，还好这风没中，哎，跑得快，这风中了砍2刀死了。现在 KPG 必须要防守了。秦德被动留一下，但在侧面小马是没技能的，被留了。发条和晴女相继给大，是那登场抬到了2个，但是好多盾啊，死这盾也太多了，伤害有点不太够，硬换是换掉了一个发条，但 TAK 也交出了一个闪现，避免这一波后续的追杀。只不过中路再换人头是个1换2，上路永恩在拔塔。这把 KPG 霍顿做出来之前啊，我觉得正面团都是一个4-6开，就起步是个4-6开，甚至3-7。小张这个大招很细啊，他闪现闪过了石头人，没有让自己的先锋之刃被石头人挡下来，能够命中后排。再过来动小龙，是来自于大唐先来动这个龙。对于 RB 来说，来的时机稍微有点晚，这个龙确实有点看不了。但感觉中期这段时间，其实打正面团战有点打不过阿威，除非想办法第一时间先把小张这个输出点解决掉。小张其实现在是阿威的一个主力输出，而且他也是能够直接带球进场的。现在边线有点推不出去，中线也推不出去，3路线 KPG 只能做防守，只能这把慢慢玩了呀。对，就这把 KPG 只有一种赢法了，就是等到后面小火龙出山，配合着瑞兹的爆炸伤害去慢慢打前排。这把胸针是对线感觉出问题了，装备差距有点大，现在这个1v1是没法打的。啊！小张现在是尬的张。这个反向大怎么回事儿？这个，张哥说咱这人物都自由切换的，好吧 ？OK。挥发过来2连也没中，哎，这技能都已经在无丢了，他过来硬打一下也行，主要打不动啊。除了带被动那一下还挺痛的。2连，这波2连到了，胸针能跑得掉吗？霸走，再交闪，但还有个框，胸针调皮。对吧？本来第一时间不想弄你了，你还能敢回头？其实说真的，哎，直接上了吗，张哥？张哥救得回来吗？晕了一下，小张这里再被击飞了，小张可能要死了。感觉这里回拔也很危险呀。发条拉个大，拉到了3个，但自己伤害并不够。但安然9又回到了前2把的模式，不动如山。队友是 C 是送跟我没关系，我只要赢他。这波确实有点上头，好吧？关键挥拔也是好兄弟，队友上了我不可能不可能卖的。主打一个不抛弃不放弃。胸针这个石头人感觉跟昨天不太一样。我感觉谁来都能砍一下呀，没问题，谁都能欺负2下。你看
又来欺负了。但这波大唐在，好吧？就你想欺负我是吧？啊，一点寒芒先至，随后将出如龙。啊，这波小张上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对面野辅都在，而且 EU 这个大招一开啊，有这个辉耀美德也帮着小马抬了很多的状态。现在 RV 也知道了，我这个阵容现在是有些优势，但是呢，不能够再给机会了。 主要这波如果再给机会的话，可能会掉一个大龙。我觉得这把两边谁能先把这个大龙拿下的话，就是有机会把经济滚到一个比较大的 JT 核心、IN9、KBG 核心、辉8是那个最早的 DKG 核心对吧 ？DKG 核心都是核心啊。正面又过来框到了，框完之后呢，再一个抬到，哎，这波如果再送的话有点难受啊。 大唐这里是有点扛不住对面的伤害，感觉不能打了。KBG 这个斩过去，只斩到了一个悠，泣母成章能够回到队友的身边。那要动大龙了，感觉是得去打大龙了。对面打野掉点，主要现在这个刀妹这个时间有琴女发条在旁边保驾护航的话，右边是很难把他击杀的。现在伤害确实还是不足，直接秒掉进场的战士前排。大招拉到了，哎，一个大招并没有撞到 Barry。 这边应该是净化直接控制抵消了哦 ，Barry 这里又是闪现拉走了，那这样瑞兹被刀妹拿到这个头，大龙也拿了 ，Barry 还是很集中啊，这看得出来不是很想开第5把。RV 今天这个就绝对是那个班里最好的学生，就在他的视角里面放假不重要，重要是这个课我必须得认真。行，就那补习班已经报好了，是吧？对。 现在有了大龙 buff 之后，这给到边线的压力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看这波大龙推进了，因为昨天 RV 也是在大龙推进的时候频繁出现掉点的情况。现在是采取一个122的分带，131打野随机而动。大唐在侧面虎视眈眈。 对吧？你的2个人只要给一点点站位的机会，就想过来开了，硬过来捅，减速到，闪现一个大招就撞这个没有闪的发条，发条要倒了，而且一个抬又抬到了2个人，再一个框到，皇子能够2连走，后续没有任何的激活空间了。RN9一个斩到了3个，大招非常不错，他在给上路的小张拖时间，小张能够带掉上路的高地塔。 主要这波确实是抓住了 Barry 没有闪现、没有净化的一个 timing。 但一个头换一个高地，我觉得 RV 是能接受的。接受，但后续看一下这个下路高地还能不能守住了。第一时间一套技能已经是把瑞兹砍残了。刚刚已经是把瑞兹的时间10给打出来了，但好像后续想要再推一路是有点难度了。那这样这条大龙的防守，你站在 KBG 这个阵容的角度是还行，还能玩，好吧？毕竟这个掉2路感觉就很难玩。队伍里面有火龙。 闪现捅啊！闪现捅接闪现大。如果不是皇子的反身框接2连，感觉 RV 的野辅更不好走。小马3件套，但他这一把舞台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季梦身上也是3件套。 因为大龙还有1分钟就要刷新了，所以 RV 人员也更多的集中在上半区。往前走，往后走，稍微骗技能，又想过来开了吗？一个抬到了，抬到是一个打野，但后续不太敢再往前。这个品种是没有拼过辉8啊。而且现在上半区视野占据了之后 ，RV 也是要等待下一条大龙的刷新。现在发条的装备慢慢起来了呀，有点好这发条装备，而且右边的人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魔抗。对。 叫石头人身上是没有魔抗的。发条一会儿如果再有一个法穿的话，那对于 KBG 众人来说就有点扛不太住伤害了。小张在上路拼了一下，对上半区可能有想法。
这样灰八也仗着自己皮糙肉厚啊，过来硬扛一个框到了一个小马，小马这里扑棱拉走了之后呢，后续也没有更多的技能，大招给的稍微有点浪费了。但因为下路线是蓝色方的优势哦，所以他们可以不断的在上半区跟你拉扯，石头人必须得回去，利用自己的 TP 能够一会儿能回到正面，风吹上来，利用波浪之风，尝试找一下机会，看能不能骗一点技能。这边确保了龙坑没视野，感觉有点想蠢欲动了，灰八来个灯下黑。小龙叫妈过来探一下，确保你没有再打这条大龙。但是你这一波大招用了之后，下波怎么办？想过来硬开了，开的是个 Barry 又是进化解掉了，交手的一个闪现，黄色2连过来没有能留到悠悠拿自己的闪现和大招换了发条的双招，那后续石头人他得把目标转火给到发条，现在熊真还在过来的路上，但是小马直接被RN9拿下了。RN9从阴影中杀出，拿到了小火龙的这个头，刀妹再进来，大闪过去留到对面所有人，RN9再接风吹，他要杀死比赛了。RN9的永恩2波进场，直接拿下这场比赛和团战的胜利了。随着上路的兵线汇集啊，要为这个 BO5画上句号了，阿威。是的，3、4名的争夺战当中。最终是 RV 笑到了最后，他们3比1战胜了 KPG， 为自己夏季赛的这最后一战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恭喜 RV， 恭喜 RV。而对于 KPG 来说，整个夏季赛人员的调整以及整个团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依然没有在这个舞台上面再往前走近一步，没有捍卫前3的这个位置。